战印怎么可能相信父亲的鬼话？别说战印不相信，在座的2对小夫妻都不会相信。海童本想再次从丈夫手里拿过药单的，战印却立即撕掉了那张药单，撕得粉碎，然后走进洗手间，把纸碎扔在马桶里，用水冲走了。从洗手间里出来，他的脸色还是很难看。阿印，爸说的都是真话，这张药单真不是给你海童准备的。的确是以前给你妈用的药单。战丽蓉硬着头皮扯着谎话。战印忍不住戳穿父亲的谎言。我记得奶奶说，你和我妈结婚后3个月内就怀孕了，怎么到了爸这里就变成了很久都没有怀孕？是我奶奶老糊涂了，记错了。还是爸在撒谎。不仅是我奶奶说过，我记得我妈也说过很快就怀上我的了。妈，这张药单是外婆给你的吧？外婆看到我和彤彤这么久还没有孩子，就给你弄了这张药单。你打算让彤彤抓药来吃？是不是听到我们回来了？就赶紧把药单藏在茶几底下。自己的父母战印哪有不了解的？肯定是他猜测的那样。我都说过了多少次，是我和彤彤想过2人世界，不想那么快要孩子。从上次和彤彤因为检查身体的事情闹过一次后，我就一直都做好避孕措施的。试问这样子，彤彤如何怀孕？战逸晨和宁云初听着不敢吭声。大哥现在气得想发飙呢。战印的话一出口，海童就在心里腹诽着，你说爸撒谎，你不也撒谎？那他们夫妻俩从来没有做过避孕措施。那他从风尘山庄回来后，战印还缠了他好久呢。妈，你明天就去外婆家，跟外婆还有舅妈他们说这件事，让他们以后不用操心彤彤什么时候怀孕的事。等我夫妻俩过够了2人世界了，自然会开始备孕的。现在彤彤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，他也是越来越忙，经常要应酬。那应酬少不得喝酒，还不适合备孕。还有，不要随随便便就拿张药单回来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的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。要是一张药单人人能用，下岗的医生满街走了呀。海童数次想开口说话，都无法插嘴啊。他应酬是多了起来，不过很少喝酒，每次应酬都是战印陪着他去。战印不让他喝酒，谁也不敢敬他酒。有时候战印会帮他喝上2杯，顶多也就是2杯，他也不会让他多喝。伤胃，他胃痛过一次，他还记着呢。后面帮他调养胃，调理了很长时间。反正夫妻俩恩爱是出了名的，也不怕别人说闲话。大家知道和战家大少奶奶谈生意是不能喝酒的，到了后面都很自觉了，吃饭就是吃饭，喝茶就是喝茶，都不会再上酒。战印已经把话说开，海童又没有机会插话，也就默许了丈夫撒谎的行为。她也是为了他好啊，怕他有压力。海童其实也清楚，那婆家人都盼着她怀孕，别说婆家人了，连她亲姐还有大姨他们也都盼着她快点怀孕。凡药3分毒，乱吃药有时候不是治好身体，而是害了自己的身体。总之啊，没有看过医生，未经过检查，不能乱吃药。战丽蓉讪讪地笑着，阿印，我和你妈知道的了，我也跟你妈说，不能乱吃药。你妈也没有让彤彤按着药单来抓药吃的意思，就是这药单你外婆给你妈的，你妈不好拒绝你外婆的好意，只得把药单带了回来。唐君夜担心儿子会怪到老母亲的头上，赶紧替老母亲说话，阿印，我们也不知道你和彤彤是这样的情况，你也别怪你外婆，她老人家是那样的，操心这个担心那个，你是她老人家最疼爱的外孙，她常念叨着想抱抱曾外孙。她又对儿媳妇说到彤彤，妈真的没有催生的意思，妈说过的，你和阿印什么时候要孩子都可以，反正你们俩还年轻，结婚也才1年，现在先重点筹备你和阿印的婚礼。妈，我知道的。
海童应着呢。唐君业冲他眨眼，意思就是让他劝住战印。没看到战印把父母训得像孙子了吗？海童明白婆婆的暗示，她扯了扯战印，温声说道：“老公，爸妈又没有真的叫我抓药吃，你也别生气了。外婆和所有老人家一样的，操心这个担心那个，别生气了哈。你看奕晨和云初都在这里，你这样生气会吓到云初的。”宁云初陪着笑脸不说话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看也快吃饭了，咱们先吃饭。唐君业应着，对对对，可以吃饭了，我们先去吃饭。奕晨、云初去吃饭吧。战印虽然没有暴跳如雷，但他的一番话也是带着责备的意思，火气发泄出来了，他也就缓和了脸色，就淡淡的嗯了一声。海童赶紧挽着他的手臂，拖着他进餐厅。战奕晨也拉起未婚妻，跟着一起进餐厅啦。就最后只有唐君业夫妻俩在大厅里。夫妻俩，这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这战丽蓉小声说道：“都跟你说了，不要拿出药单啊。”还好没有直接给海童，否则阿姨能把屋顶都掀了。我妈也就是爱操心，我也跟我妈说了，不用操心他们俩的。大师都说了，入秋后就有好消息，还说他们俩以后是儿女双全的命。唐君业抽了2张纸巾擦了擦汗，说到屋里开着空调，我都出汗了，被你儿子吓的。别说你了，我都被吓出一身冷汗。战丽蓉把脸凑近前去，让老婆也帮他擦擦汗。夫妻俩那是有贼心没有贼胆，儿子都还没有发飙呢，他们就先怂了。还怂得很彻底呢。你要撒谎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，事先商量好也不至于穿帮。战丽蓉说道：“我哪想到你把药单塞在茶几底下都能被发现，咱们这个儿子呀厉害得很，我这个当老子的都甘拜下风。妈是说过阿印比你厉害，否则也不会早早就让阿印接班，让你退休。丈夫的能力呢不如长子的。这是个事实。好在彤彤不计较这些，没有生气，他劝住了阿印，否则阿印还不知道要训多久呢。我当老子的，被儿子像训孙子似的训着，着实丢脸。”唐君业笑挽着丈夫的手臂，等会儿吃饭，你多吃点喜欢吃的菜，补一补哈。你是替我挡了阿印的怒火，药单是他从娘家拿回来的，也是他塞到茶几底下的，错是他的错。却害了丈夫和他一起被儿子一顿训，是他连累了丈夫。走吧，去吃饭。这个时候，苏南带着沈小军进来了，伯父伯母夫妻俩甜甜的打着招呼。唐君业夫妻俩热情的招呼着他们一起吃饭。苏南和沈小军是打算在游山庄过周末假，又是山庄的常客，就一点儿也不客气，跟着唐君业夫妻俩进了餐厅。战印虽然不爽，碍于好友小俩口在场，老婆又不停地给他夹菜，战印也就老老实实的吃饭，没有再发作。饭后呢，坐了半个小时，他就带着老婆出去散步。苏南和沈小军看出战印不爽，他没有马上带沈小军跟出去，而是留在屋里陪着战丽蓉夫妻俩聊天、套话、吃瓜。那战奕晨则是带着宁云初回自己的家，他父母弟弟们都不在家。小管家看到他带着宁云初回来，赶紧通知他的父母啊。不久后，他的父母才匆匆地赶回来。父母一回来，战奕晨就被他妈挤到了角落里去。他妈对宁云初这个准儿媳妇好得很，好像宁云初才是他妈妈生的，他是充话费送的。云初这次回来就在家里多住几天，陪陪妈。二太太拉着宁云初的手不放，看宁云初的眼神温柔的都可以滴出水来了。他又骂着儿子，回来也不提前告诉我，我好让厨房准备云初爱吃的菜呀。战奕晨说道：“大哥大嫂说回来，我们就跟着回来聚一聚的。在大伯那边吃过了饭，大伯母早就让厨房准备了很多好吃的菜。
妈，你不用担心你儿媳妇会饿着，倒是你儿子我好像吃的不是很饱，他照顾宁云初居多。看着宁云初吃的香，他就开心了，忽略了填饱自己的肚子。二太太立即就像赶苍蝇似的挥着手，嫌弃地道：去，没吃饱，自己进厨房找找有没有泡面。这么大个人了，还需要父母担心你吃没吃饱吗？战义臣说道。云初也是大人，妈都担心他没吃饱呢，你能和云初比吗？闪一边去，别吵着我和云初聊天。云初，别理他，咱娘俩聊聊天。都不知道谁才是你亲生的，看到我就是一脸的嫌弃，看到儿媳妇了，那眼神温柔的都可以滴出水来了。我想妈和我爸热恋的时候都没有这么温柔过。战义臣的亲爸战立民接过话来，他说道：可不是吗？你妈对我都没有这么温柔过。义臣，谁叫你不是女儿呢？你要是个女儿，你妈保证疼爱你。宁云初笑道：义臣，做人要讲良心的呀，妈对你也很好了，她喜欢战家所有人，也喜欢战家的大环境，那不论是环境还是人都是极好极好的。她还没有嫁过来，由于订了婚，对战立民夫妻俩，她也慢慢的改了称呼。公婆对她真的如同亲生女儿，也不曾嫌弃过她是个盲人。婆婆用行动来证明她这个。准二少奶奶只要会花钱就可以了，其他都不用管，在自己的亲妈身边，宁云初尝不到母爱的滋味，但在准婆婆这里，她尝到了，有妈疼着宠着，好幸福呀。就是做人要讲良心的，还是女儿贴心呀。二太太拉着云初的手，嘘寒问暖的。宁云初差点出事，就这件事并没有告诉长辈们，免得长辈们担心啊。妈，我带云初出去散散步，消消食吧，走得累了，饿得快。饿了，你才有机会给你的儿媳妇做好吃的。战义臣起身走去，就牵起了宁云初。二太太很想说道，她陪着准儿媳妇出去散步就行，让儿子在屋里看电视，陪他爸。看到儿子已经牵起了云初，二太太只得松开了云初的那只手，叮嘱着，你照顾好云初，要是云初掉了一根头发丝，回来我揍你。战义臣顿时垮下了俊脸，说道，那我肯定是要挨揍的了，女孩子哪个不掉点头发的，早上起床梳一下头都会掉几根头发呢。二太太瞪他，要是怕挨揍，你在家里陪你爸看看电视，我陪云初出去散步，我们娘俩也能好好的聊聊。你平时忙，很少带云初回来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云初这2天应该属于我。战义臣立即弯腰拦腰抱起了宁云初，抱着他就大步的往屋外走去。云初不停地说道，义臣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的，我抱着你能走快一点，咱们快跑，否则你就被我妈抢走了。我才不想陪我爸看电视呢，他压根就看不进去的，还老是要问我剧情，我哪知道剧情，我们家也就我妈才愿意陪我爸看电视。原来他这么遭儿子嫌弃的呀。看着长子抱着准儿媳妇跑出屋外去，二太太笑咧了嘴，对丈夫说道，看着小俩口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的样子，真是幸福呀，我们老两口也很幸福呀。二太太轻掐一下他，笑道，你儿子们都嫌弃你呢，没有人想陪你看电视，都不知道你看电视的时候在想什么。我在想你啊，去你的，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，还有嘴滑舌的，你这张油嘴又没有遗传到给你儿子，要不是妈替我们操了这个心，还不知道义臣什么时候能结婚呢。现在至少订了婚，等云初的眼睛治好了，就可以办婚礼，然后他们就等着抱孙了。至于2个小儿子，老夫妻俩也由着老太太去挑选孙媳妇，老人家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米还多，看人的眼光准。我儿子的嘴巴也不笨呀，其实说情话并不难的，只看爱不爱而已。你看阿印
以前我们都说他严肃冷漠嘴又笨，哄不到女孩子。等他和海童在一起后，甜言蜜语那是张嘴就来，只要是真的爱上了，很自然就会说出甜言蜜语。二太太觉得丈夫说的也有道理，笑着点点头。不知道老三在江城那边怎么样了？老三有了着落，老四、老五也要开始了。要是他们兄弟几个一起结婚，那咱们家真的是多喜临门啊！战利民笑道：“想着这样想，现实没那么美好的，最小的还在读书呢。老九要是放假在家里，就忙着抱几个嫂子的粗大腿啊。抱紧了嫂子的大腿，他能少刷点题，否则8个哥哥送礼物给他，都是送卷子，让他做题做到头晕眼花。也是，老九至少还要等上10年，这还是往少了说的。如果像他大哥那样，估计还要等上10几年才能结婚呢。想到老太太的年纪，二太太轻轻地说道：“妈会帮老九挑个好老婆的，妈就9个孙子，从来不会厚此薄彼，自然都是她来挑选孙媳妇。老九现在才10几岁，等到像哥哥们那个年纪结婚，还得要10几年。老太太年事已高，夫妻俩这样说，就是希望老太太能再活10几20年的。最好能活到曾孙长大成人。”屋里的老夫妻聊什么，屋外的小情人不知道。宁云初被战一晨牵着在山庄里闲逛，想到饭前发生的事，他低声问着战一晨：“我们婚后要是没有立即怀孕，你爸妈会不会像大伯他们那样？”“不会的，咱们也不着急要孩子。等你眼睛治好了，我还要带你去旅游，到处玩乐，弥补你错失的10年时光，让你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山河。咱们一起看日出日落，爬山下海，反正就要玩上几年再考虑生孩子的事。放心吧，我爸妈很开明的。其实大伯和伯母也很开明，不过是亲戚们嘴多，大伯和伯母替大哥大嫂挡了很多的。这一次是大哥的外婆操的心，大伯母没有办法才会拿回了那张药单。宁云初就算这样，大嫂压力也很大的。以前可能是真的压力山大，现在我看大嫂已经平常心对待了。况且大哥也说了，他们做着避孕措施呢，大嫂没有怀孕很正常。战印撒的谎，战一晨都相信了，以为兄嫂是真的做着避孕措施，所以大嫂久不怀孕，大哥大嫂也的确很忙，而且他们的婚礼临近，等办完了婚礼没那么忙了，我想他们就会开启造人计划的了。好希望大嫂能够一胎得女，我都不知道有个侄女是什么样的滋味呢。宁云初笑道：“你们家的人个个都是盼着女儿的，别人家是盼着儿子，其实都一样吧。儿子多了就盼女儿，女儿多了就盼儿子，人心都是不足的呀，都想着女双全。”宁云初笑笑，这个倒是，人心总是不足，不属于自己的都想去争一争，抢一抢，像他的2个大姑姑一样。小姑姑的日子过得不如2个大姑姑呢，却从来没有想过争夺他父母留下来的财产。你2个大姑姑，他们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哎，放心，我会帮你处理好哈。宁云初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我自己也能处理，你只要帮我搜集到证据就行了，还是让我处理吧。”他并不想过分依赖着战一晨，那他也就是眼睛看不见，其实手腕还是有的。战一晨拉高他的手，在他的手背上亲了亲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帮你搜集证据，余下的事交给你自己处理吧，需要我帮忙再跟我说。”他这自尊心最强了，就与他相处，他是不能什么事都大包大揽。一晨，和我在一起，你会不会觉得好累？战一晨停下来，手指随即戳到了他的脸上。他皮肤光滑，他戳了2下，忍不住改为捏，捏2下又改为摸，反复的摸着，最后被他未来的老婆大人忍无可忍，那一巴掌拍掉了他的大手。跟你说话呢，说正经话，
你摸什么呀？宁云初忍不住也去捏他的脸。战逸晨低下头，让他轻轻松松地摸到了他的脸。他两手分别落在他的两边脸上，然后一拧，不过力道不大，就反正他不觉得痛啊。他肯定是舍不得拧痛他，就像他一样。最初他捏他的脸是觉得他手感好，也是逗他的成分居多。那时候他还排斥他呢。他捏一下他的脸，他反应激烈得很。现在嘛，都是爱怜的动作。他舍不得下力道，怕伤着他。他皮肤保养得很好，就略一用力就会捏得红彤彤的。虽说他脸红红的样子很美，但也不能捏红他的脸呀。亲他亲到脸红红还差不多。如果我觉得累，觉得你是个负担，我就不会去接近你，不会撩你，更不会想着娶你为妻。虽说你是奶奶帮我挑的妻子人选，奶奶也威胁我，1年内追不到你就把我赶出家门。那是说说而已，奶奶可能第1年会赶我出门，不让我在家里过年，第2年就会好的了。奶能给我们兄弟几个挑好的人选，其实也是由着我们来的。我们愿意就皆大欢喜，不愿意，他老人家也没有办法。那真正被奶奶软硬兼施的人呢，只有大哥，因为大哥和大嫂领证时，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的，完全是陌生人。大哥走的是先婚后爱的路线，或许觉得大哥这条路线不好走吧。奶奶对待他们这几个就改变了路线，只给他们一个目标，要不要行动完全看他们自己。目标定好了，总有一方面能勾动他们的心弦，让他们行动起来。他们是奶奶带大的孩子，跟奶奶感情最好了。用奶奶骂他们的话说，你们这些兔崽子，尾巴一翘，我就知道你们要上大号还是小号。云初，我对你绝对是真心实意，100%的，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，也不要担心成为我的负担。我不嫌累，也不怕累。宁云初的眼睛是能治好的。程医生听他说过云初的情况，知道云初能看到模糊的一片，不再是一片黑暗，肯定的说云初的眼睛能治好。就算治不好，他也不嫌弃。我妈说过的，当我战家2少奶奶不需要什么本事，只要会花钱就行了，工作忙，但赚到的钱不少，没有时间花钱。娶个老婆回家就要努力的帮我花钱。宁云初笑，我现在也不差钱。他现在牢牢掌控着宁氏的生意，他的钱包早就胀得鼓鼓的了。就宁云初已经不是以前的宁云初了，他也无需再藏拙。你是不差钱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花我的钱。我赚钱就是给老婆花的，以后有了孩子，养孩子也是我的事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只管貌美如花，花钱就行。宁云初嗔着他，谁是你老婆了？我们还没有领证结婚呢，孩子都说上了，想得好美，想得不美，什么时候美？我们订了婚的，早晚都要结婚。你就是我老婆。宁云初笑过后，他说我们可以先去领结婚证，婚礼就等我的眼睛好了再办也不迟。战印和海童的婚礼都还没有举行呢，他们俩领证时间更长。不，这么长时间我都等了，再等等也无妨，等你的眼睛能看得见了，看到我的样子，你确定要跟我过一辈子，就我们再领证办婚礼。战逸晨很自信，但宁云初还没有看过他，他还是想等他看到他的样子，知道他嫁的是谁，再领证结婚。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你的外表，你长什么样我都能接受。战家的男人都很好看。他不止一次听到别人那样说，他也问过自己的员工，战逸晨长得什么样，员工告诉他，他和战逸晨在一起那是郎才女貌。战逸晨坚持要等他眼睛治好了再去领证，就他都不着急，宁云初也就不着急了。江城，乔家，又在乔家蹭饭吃的战浩宇和乔董边喝酒边吃着烤鱼。不用问这些烤鱼啊，是战三少爷亲自钓，
亲自烤的。再一次被父母叫回来吃饭的。乔涵看着两个男人喝得那么欢，酒水一杯一杯下肚，他忍不住蹙住眉头，说着：“战浩宇战总，你别再跟我爸喝下去了，我爸的胃不好，不能喝那么多的酒。”战浩宇刚和乔董碰了杯，听到乔涵这样说，他关心地问着乔叔：“你胃不好吗？胃不好是不能喝酒。乔叔应该早跟我说的，我要是知道乔叔胃不好，就不会和乔叔喝酒，也不会连续2、3天晚上都陪着乔叔吃烧烤。”乔董说道：“浩宇，没事，我以前的胃是不好，退休后在家里天天调养，早就正常啊，能吃能喝，我又不是经常喝酒。你在这里吃饭，人多热闹，我才会喝2杯的。”战浩宇看向乔太太：“阿姨，我乔叔说的话是真的吗？”乔太太说道：“你乔叔的胃早就调养好了，没事的，你们喝吧。难得你乔叔有伴儿，陪他喝2杯，他也能开心开心。妈，就算我爸的胃养好了，也是要注意的，爸年纪又大了，以后少喝点酒，顶多就喝半杯。”乔涵就是不想让战浩宇有那么多的借口留在他家里蹭饭吃，就丰泽大酒店的饭菜比他们广元大酒店的还好吃，他却跑到他家里吃饭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而且战浩宇要是喝多了酒，醉了，他爸妈肯定要他送他回酒店。爸也没有喝多少，难得浩宇在这里吃饭，他还亲自烧了那么多好吃的烧烤，爸陪他喝2杯，又不喝多，要不你陪他喝2杯？乔涵淡冷的道：“我晚上不喝酒。”战浩宇冲着他笑：“阿涵，你其实是不想让我喝那么多的酒吧？不好意思说，我就拿乔叔来说事。放心，我不会喝伤胃的。别叫我阿涵，阿涵。”乔太太严肃地叫了女儿一声：“你的名字就是阿涵，浩宇那样叫你有什么问题？妈，他可以叫我乔总、乔少，阿涵都是家里人才这样叫我的，我就是不习惯他这样叫我。”乔涵颇为无奈地道：“都不知道他给爸和妈灌了什么迷魂汤。哇，你们对他好得像亲生的，我是你们捡来的吧？”乔太太好气又好笑的道：“是，你是我们捡来的，浩宇才是我们亲生的。行了吧，浩宇要是我们亲生的，那爸妈也不用愁的头发都要白了呀。”乔涵马上不说话了，他知道父母是操心他的人生大事，而且呢，父母明显是看中了战浩宇。虽说父母还不知道，战奶奶给浩宇挑的妻子人选就是他，但自从战浩宇表明他的选择，家中长辈会支持他，又从父亲那里套到了他是女儿身的实话后，父母就放飞了，把战浩宇当成准女婿看待。不管外面有多少关于他和战浩宇的绯闻，父母都不管，极力的给他和战浩宇制造独处的机会，希望他能够接受战浩宇的追求。趁父母不注意，乔涵狠狠地瞪了战浩宇一眼，战浩宇就马上放下了酒杯，也不再吃烧烤。哎，浩宇怎么不吃了呀？乔董见状关心地问他，又看了女儿一眼，说道：“不用管阿涵，我们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。来，干杯，咱爷俩今晚不醉不休。”乔叔、乔少瞪我了，我不敢再和你喝酒。战浩宇一副害怕乔涵会骂他的样子。正在喝汤的乔涵听了战浩宇的话，差点被呛到，他猛地抬头瞪向战浩宇，就瞪他一眼，他居然当着他的面向他爸告状：“阿涵，你瞪浩宇做什么？都是爸叫他在这里吃饭喝酒的，你要瞪就瞪你爸好了。”乔董说着女儿，说你呢？你还瞪着浩宇，浩宇别管他，我们俩就喝个不醉不归，醉了就留在这里住一晚，明天吃了中午饭再回去。爸，乔涵严肃的道：“外面的传言传成什么样了？你还留他在我们家里过夜，我还要脸的。如果战浩宇在他家里留宿，被人知道了，
还不知道传成什么样呢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大家讨论的不是他会不会被战浩宇拿下，而是他是攻是受。传言又不是现在才有的，你要是觉得丢脸，脸也早就丢了。那既然丢了脸，还要脸做什么呀？乔董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阿涵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正经事。浩宇很适合你，你们俩也很般配。”乔涵低头继续喝他的汤。对于父亲的劝说呢，他像是听不见似的。战浩宇追他是追得紧，不过他对战浩宇还没有感情，他甚至还没有为了战浩宇恢复女儿身的想法。见乔涵不说话，乔董便没有再劝下去。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，一见钟情啊，不会发生在女儿和战浩宇身上。战浩宇最后还真的喝醉了，醉得走不了路的那种。阿涵，你要走了，顺便把浩宇送回酒店吧，他的房子还在装修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装修好呢。乔董呢，很自然地安排女儿送战浩宇回丰泽酒店。战浩宇买在御怡别墅区的房子，正在装修，那他现在还是住在丰泽酒店。乔涵看着趴在桌面上的战浩宇，抿了抿唇后说道：“我怀疑他是装醉的，他才喝了几杯酒，就醉得连走路都走不了。”阿涵，乔太太轻斥着女儿：“浩宇是真的醉了，你不送他，我们就留他在我们家里过夜。到时候你别嫌外面的流言传得那么难听啊。妈，你和我爸不要把他当成准女婿看待，我对他没有意思，就为他恢复女人身份的想法都没有。”乔太太说道：“那你就以男人的样子嫁给他，反正你始终是女人，就算顶着乔少的身份嫁给他也没事。”乔涵，妈，万一他奶奶知道了。乔太太打断了女儿的话：“战老夫人不久前才联系我，跟我说了，他给浩宇挑的妻子人选就是你。那战奶奶都不跟他说一声，就却偷偷地告诉了他妈。”乔董看向妻子，狐疑地问道：“老婆，你这话是真的吗？战老夫人真的联系你，告诉你了？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的？浩宇只是说他的婚事他能做主，让我放心的把阿涵交给他。”乔涵脸都绿了。父母到底有多盼着他出嫁啊？背对着他与战浩宇串通一气，只有他被蒙在鼓里的。就是不久前战家老夫人才联系我的，我也很意外，没想到战老夫人给浩宇挑的妻子人选会是咱们家阿涵。乔董问道：“他老人家怎么知道咱们的阿涵是女儿？”老人家说他查到了我当年生孩子的医院登记记录，证明我生的是龙凤胎，大的是女儿，小的是儿子啊，阿涵是女扮男装的呀。乔董，怪不得浩宇突然间就公开向阿涵展开追求了。怪不得他会知道阿涵是个女的，我还以为他眼神力异于常人呢。原来都是他奶奶调查到的，就战老太太会调查到这一点，并不奇怪。所以说战浩宇并不是喜欢我，他只是按着他奶奶的意思接近我。如果没有感情基础，是不会幸福的。爸妈不要老想着将你们的女儿扫地出门，在我在一天，爸妈也能轻松过晚年。毕竟乔氏集团的事务几乎都是交给了乔涵打理。乔轩也有这个能力，但乔轩不如乔涵稳重。感情可以培养的，我并不想和他培养感情。我对他没有感觉，对任何男人都没有心动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男人。乔太太说道：“阿涵，你不是男人，你是女孩子。当初真不应该让女儿一直女扮男装的。外面的人都是称呼我乔少，没有人叫我乔小姐。阿涵，你那是自欺欺人。浩宇有什么不好啊？他们家与我们家门当户对，虽说远了点儿，但是现在交通方便，坐飞机很快就到。他能力也不差，跟你不分伯仲，又不是那种软弱的二世祖。”乔太太苦口婆心地劝着女儿：“你也老大不小了，28岁，过了年就29岁，离30岁不远了。你一直这样下去，我和你爸就算是死也不能瞑目呀。还是
你喜欢同性的，我看你挺喜欢凤家的那位亲生女儿的。乔涵严肃地道：妈，我不喜欢同性，我只是欣赏凤情，仅此而已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战浩宇，算了，我送他回酒店吧，免得爸妈担心。乔涵起身要走，同时也推了推战浩宇，想把战浩宇叫醒。战浩宇却是趴在桌上不动，他推了2下，他都不动，他只得架扶起他，对父母说道：爸妈，我回去了，你要亲自送浩宇回到丰泽酒店，别半路上扔了他，他这么好看的男人，要是被你扔在半路上，那会被别人捡尸的呀。乔董叮嘱着女儿，还不放心的跟着出屋。乔涵想笑，战浩宇还怕被人捡尸呀？这家伙在江城已经是人尽皆识的了。乔涵的保镖看到大少爷扶着战浩宇出来，连忙上前帮忙把战浩宇扶上了乔涵的车上。爸，我会把战总送回到丰泽酒店的，你回去陪我妈吧，不要老是叫上战总过来烤烧烤了。大热的天，吃多了容易上火。乔涵说了父亲几句，然后在父亲的注视下上了车，坐在战浩宇的身边。战浩宇被扶靠着车椅背，被这样折腾，这家伙也没有醒转的迹象，真醉得这么厉害啊。那乔涵看他呢，也没有喝多少杯酒呀。车子开动后，乔涵也跟着往后靠在车椅背上。片刻，他又坐正了身子，偏头看着身边的男人，安安静静的战浩宇比醒着的时候要讨人喜欢，醒着的他太讨人厌了。不得不说他是个美男子，除了那张嘴格外让他讨厌之外，其他方面都是很优秀的。他做的事呢也让他讨厌。原本他平静的生活被战浩宇一片花海，高调的表示要追求他就被打破了。如今呢，他成了江城人的话题，不仅战浩宇追他追得紧，连那些女性爱慕者也学着战浩宇的样子，个个都不顾身份了，对他展开热烈的追求。用那些爱慕者的话说，他们是在很努力地把他搬回正轨去，不让他被战浩宇缠成了个真正的同性恋。乔涵自嘲地笑，他若是恢复女人的身份，那些爱慕者会不会恨死他？个个都给他扎小人，怪他欺骗了他们。